早在几年前市场上就出现了一种以性别来作为卖点 selling point 的保单，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女性保单。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那么到底为什么女性保单会存在呢？如果以 marketing 的角度来讲呢，刺激女性消费最大的因素就是感性 feeling。女性比起男性会比较担心自己的健康，所以推出所谓的女性保单呢，就刚刚好符合了这个销售的条件。但是以上的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很多女性都很担心自己患上癌症，尤其是有关女性器官的癌症。有些女性保单除了保障女性器官有关的癌症之外大多数的呢都会有保这个东西叫做伴有严重肾脏并发症的红斑狼疮或者是我们叫做 SL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with Severe Kidney Complication。 这种病女性患上的机会呢比起男性高出9倍。它是什么呢？这个你们就要去自己 Google 一下了，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医生。那么除了以上的疾病这个女性保单还有保一些附加额外的一些保障。打个比方，乳房或者是子宫的这个原位癌 Carcinoma in situ， 风湿关节炎的并发症，乳房重建的这个手术，意外导致的这个面部重建手术，皮肤癌引起的这个皮肤移植，还有呢这个骨骼疏松性的骨折那么以上都跟疾病或者是意外有关的。有些女性疾病呢还有给一些额外的花红，这奖励女性在生活中有一些成就或者是喜事。打个比方，生孩子升职买新屋子等等的。到头来，如果你是女生，或者是你去访问很多其他的女生10个女生有11个会告诉你，她们之所以会选择类似女性保单的这一种保障呢，是因为她们担心自己会患上癌症，尤其是女性器官有关的癌症，不是因为它有其他的这个附加的保障。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但是讲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 YouTube 频道的话呢，就请你按一下订阅，点一个赞，分享给你的朋友看这个 video， 然后顺便去我的 Facebook page 去 follow 或者去 like 一下咯，好不好？看完影片后，你们去想一想，女性器官有关的癌症到底是不是癌症？是还是不是？那么你的严重疾病保障 Critical Illness Coverage 里面没有保癌症呢？有还是没有？如果是有，那么为什么你要以成本较高一点点的去买这个女性保单呢？你关眼睛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有那些额外的附加保障你才买女性保单呢？还是你比较担心癌症？我相信你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那么相信在卖女性保单的 agent 可能会生气我，不要生气，我没有讲女性保单这一种保障不好，保险保障还是好的，但是买之前要想清楚为什么你要投保，能不能够以最实惠的保费来投保，还有自己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东西。盲目跟风不一定是好事的，但是如果你有 budget why not 买咯。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疑问，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不好？我们下一个影片见。